个女人从18楼跳了下去，却毫发无伤。原来永夜过后，诡异复苏，眼前这个女人正是人们口中的诡异。而小白前往指引小区执行邮局任务，却被诡异发现。此时小白看着越来越近的诡异，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。就在诡异即将触碰柜门的那一刻，隔壁的柜子里忽然有人推开柜门跑了出去，诡异立马追了出去，小白侥幸逃过一劫。真是没想到隔壁柜子里竟然也躲了个老六。趁着他们下楼的功夫，小白急忙掏出青铜钉，随后按照邮局的任务要求，将钉子朝照片砸了下去。完事之后，小白不敢停留，迅速跑到了屋外。阳光果然能让人充满安全感，但不知为何，小白仍然有种心悸的感觉。于是小白缓缓朝身后看了过去，发现那个疯女人正飘在404房间外边盯着自己。不是已经将她封印了吗？这个鬼地方不能待了，看来邮局提供的任务地址都是恐怖级的。随着小白的离开，女人轻笑一声后，缓缓退到屋内。此时，楼下的废墟中忽然钻出一只干枯的手臂，一个男人从里边缓缓爬了出来。我是已经死了一次了吗？这鬼地方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嘟囔一声后，他转身看向指引小区，鬼异似乎消失不见了，我真庆幸自己能活着出来，还是赶紧撤吧。另一边，小白也已经赶回家中，因为有些诡异是可以改变人的记忆的，他习惯将重要的信息记录到笔记上。染血的剔骨刀，神秘的十字绣，可以隔绝诡异探知的木柜，以及疑似民国时期就存在的女人。屋内还有一个神秘人，最重要的是，那个女人似乎没有被彻底封印，并且已经盯上了我。获得任务奖励的鬼手套后，小白顺利觉醒了手部的异能。此时妖姬的电话打了过来，小哥哥，准备工作了，来晚的话，我把你的头给拧下来。又是这种病娇的语气，看来他的精神存在很大问题。随后小白急忙打开内部系统，原来是出现了新的灵异事件，上京市游乐园出现诡异，代号为爱哭鬼，现场信号被屏蔽并伴随幻境迷雾。这次的灵异事件并没有什么特殊，只不过组织竟然要求小白这种接线员参与实战。目前还处于诡异复苏的初级阶段，对诡异的划分没有后世那么详细，像之前笼罩教学楼的那种诡异，只能产生轻微幻境，并不能屏蔽信号，这种在后世被称为初级诡异。而这次的游乐园事件，情报描述中说诡异可以屏蔽信号并影响视觉，这属于是2级诡异，虽然是一个级别的差距，可危险程度跨度非常大。至于在之后的诡异，像我这种普通人已经接触不到了。当小白赶到游乐园入口时，已经有3个人先到了。天组派出的2名异能者分别是佛北和田七，当然还有一位姗姗来迟的大美女，正是自己的专属对接人妖姬。令小白意外的是，后勤部的普通人除了他之外还有2个。看来部长是要有大动作呀。妖姬也是第一次见到小白。你就是小白哥哥吧？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，毕竟我要亲手拧掉你的大西瓜。一行人走进游乐场后，就听到了哭声，随着他们的不断深入，哭声也越来越大。此时，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声从身边传来，是后勤部一个年轻男子发出的。他一边哭一边说自己想妹妹了，他妹妹就死于3个月前的一场灵异事件中。年轻男子刚哭2声，全身似乎被诡异力量笼罩，瞬间就没了气息。看来这就是诡异的感人规则，哭声会引导人心底的情绪爆发，一旦哭出来就会触发感人规律。此时小白注意到身旁另一名后勤部成员也要被吓得哭出来。别哭，不想嘎的话就把眼泪憋回去。不明白心理素质这么差的人是怎么进的后勤部。现在的后勤部乌烟瘴气，尽是一些关系户，这种人进入灵异事件只会成为拖后腿的存在。小白瞬间明白了过来，看来部长张子良是想改革，打算用生命危险吓退那些关系户，所以才会颁布后勤人员也要进入灵异事件的规定。小插曲很快结束，众人继续前行。见鬼了，这鬼域和之前的都不太一样。那边有东西要过来。是他。谁都没有发现刚刚死去的青年竟然站了起来，发疯般朝众人冲来。小白拿出剔骨刀与之搏斗，青年的行动非常僵硬，小白很快就将他放倒在地。可惜身后那名女同事还是被吓得哭了出来。田七没有心慈手软，直接将还没有变异的女孩给嘎了。真是废物啊！不管是前世还是现在，小白见到的异能者都非常冷血，这跟他们的身体有关。异能者觉醒的身体部位虽然强大，但对身体也是一种负担，每次使用都会加剧身体的损坏程度。这时佛北在一个角落里抓到一个男人，从他口中得知游乐场的工作人员竟然还有幸存者。太不对劲了，2级鬼域的危险程度不可能只有这点，这时候了还有普通人幸存。此时一直沉默的妖姬突然发动自己的异能，我感知到了岩头鬼的气息，在摩天轮上。众人循着他的指示看去，摩天轮上果然有个小男孩在盯着大家。田七觉醒的是腿部异能，只见他纵身一跃，就飞上数十米高的摩天轮，可车厢内已经没了小男孩的身影。小男孩已经离开了，有些难办了，这鬼东西太狡猾了。这应该是鬼域的能力，高级一些的鬼域拥有瞬移之类的能力，鬼的实力越强，瞬移的冷却越快，眼前这个小家伙肯定瞬移不了太远。那我们该如何破解？除非使用更高级的鬼域压制，不过我们可以散开成正方形包围，他能力不算太强，
瞬移的冷却肯定长，我们只需分散开来包围搜索，只要第一时间进行合围，他肯定来不及瞬移。就你，我们都是异能者，有实力能拖住诡异，你一个普通人也配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如果我嘎了，也怪不到你们。我相信我的伙伴，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随后几人按照计划开始搜索，小白也提高了警惕。这只诡异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嘎人规律了吗？按理说，拥有2级鬼域的鬼，嘎人的手法不会只靠哭声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田七的呼喊声，他那边遇到诡异了。等小白赶到后，看到田七脚下生出一道黑影，将小男孩束缚在了原地。佛北也在同一时间赶到，不过他此时双手合十，浑身包裹着金光。他竟然是佛祖！永夜过后，佛国就闭关不出。为什么上京城中会有一名佛国弟子？上辈子数座城市面临灭顶之灾，向佛国求援都没有得到回应，他们怎么可能派出弟子来解决灵异事件？此刻他既然不再隐藏，是做好了杀人灭口的打算了吗？看施主的表情，是已经猜到了我的身份。还愣着干啥？还不赶紧压制源头鬼！过掌！此人借助我的资源一直向上爬，他以为知晓我佛国的身份就能拿捏我。施主，您觉得可笑吗？他甚至都不知道我们佛国的实力有多么可怕。此时小男孩乖巧地站在了佛北身后，小白终于明白为何拥有2级鬼域的鬼杀人规则竟这么的普通，佛国竟然有控制鬼的能力，难怪上辈子他们一直很神秘。见小白不为所动，佛北缓缓开口：施主是在等妖姬吗？他一时半会儿可来不了了，我已经将他引到了很远的地方。看来你就是佛国潜伏在天族的卧底，你想获得更高的功勋，这样才能往上爬，于是自导自演了这起灵异事件。嘎的人越多，解决灵异事件后功劳越大，不过这种手段用多了肯定会被发现，除非迫不得已。难道是官方有什么大动作吗？施主果然聪明，官方要成立小队了。原来如此，官方亲自扶持的小队拥有很大的权力，无论是情报和武器都是顶级的。这个佛北估计是想要竞争队长的名额，不过你真的以为吃定我了吗？我佛慈悲。